这是江湖中不出世的一把刀，全长3尺8寸，浑身青光茫茫，剑开双刃，伸直头尖，横竖可伤人。相击于前，上斩颈领，下绝肝肺，击刺可透甲，凶险异常。他是江湖武功最高的年轻侠客，他轻轻一甩，能徒手掰弯玄铁大刀；他运转内力，能扛住3、4千斤的滔天重压。江湖中称他为鹰王展飞，却从不理会江湖中事。他的朋友很少，少到屈指可数。这日，展飞独自一人外出打猎，突然听见一阵异常响动，只见一重伤的男人艰难爬来，他神情痛苦，说自己快要死了。展飞知道男人的身份，他是天一堂的六舵主，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展飞并不想搭理这些江湖中人，六舵主拿出天一堂堂主的令牌，哀求展飞能将令牌送往天一堂。天一堂乃天下第一堂，同时是天下第一门派。这个门派高手无数，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。但大舵主痴迷权力，他勾结5舵主、8舵主，企图谋权篡位。堂主临死前将令牌交予6舵主，交代他通知所有舵主奔赴总坛，当众揭露大舵主阴谋，并处置他。堂主不知道哪些舵主已经叛变，交代要保密，防止大舵主有防备。面对6舵主的哀求，展飞视而不见。他这个人最烦搅入江湖麻烦事，最嫌弃的也是江湖中的麻烦。此时大舵主的人已经跟来，见到6舵主没了呼吸，他们拦住了展飞，逼问他死前有没有透露秘密。展飞可不惯着这群打手走狗，所以他一把掰弯了这把好刀。真是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猫咪，事了拂身去，深藏功与名。他肩扛猎物，走向一家简陋客栈。隐居之后，他交到了2个好友，他们一位是客栈里的店小二，一位是村里的放牛娃。展飞自行点燃了客栈的蜡烛，抬头一看，自己已经深陷包围。他抬起店小二脑袋，脖颈上有着一道血淋淋的剑痕。接着他又掌灯到了客栈外面，只见放牛娃的尸体也倒在一旁，2个好友如今死了一对。展飞好怒，他甩飞手中蜡烛，一把夺过2把大刀，都是防身武器，也是杀人利器。展飞的刀法太刚猛了，凡是有人靠近他，周身3米之内，必定会成为他愤怒的刀下亡魂。这些人乱杀无辜，该是死有余辜。不消片刻，他的脚边满是尸体，混乱中逃出2个报信的喽啰。展飞替2位好友料理了后事，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这种心情让展飞愧疚万分。等他回到家中，已是天微微亮，简陋的木屋镇满了天一堂的人。大舵主满脸含笑，上前寒暄，想知道6舵主死前有无透露秘密。展飞十分不耻这个卑鄙的小人。大舵主按耐不住，叫出鲁氏兄弟，这可当真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大舵主无非就是怕秘密被泄露，尽管展飞一再表明不想管闲事儿，可是大舵主无论如何都不放心，准备了1000两黄金堵住展飞的嘴。展飞不要黄金，只要那2个人。2人是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杀了他的好友，他又能放过他们？这出手的速度，谁都没反应过来。展飞不欲多管闲事，下了逐客令。大舵主忌惮他的功夫，只能这样。展飞正要进屋，被一女子拦住。8舵主质问他为什么不看他，毕竟没有哪个男人能无视他这个武林第一美人。但展飞直接说看他不怎么样。8舵主恼羞成怒，要挖了他的眼。展飞直言看不上2人这等宵小，说罢就转身进屋。房梁有人杀出，是天一堂5舵主。展飞匆忙之中与其交战，大舵主、8舵主紧随其后，但仍被展飞脱身，拿到墙上宝剑。大舵主审时度势，见好就收，声称只是想讨教一下鹰王武艺。展飞看透3人心思，让他们快滚，顺便把他们死了的属下也带走。8舵主觉得带着鲁氏兄弟麻烦，杀了抬走反倒是更方便一些。屋内的展飞闻声出来叫住他们。8舵主不爽，这不解风情的小子，他们不带走死人就一起死好了。大舵主忙拦下要动手的8舵主，毕竟形势比人强，打不过就躲呗。大舵主此行丢了面子，怀恨在心。一个知晓他谋权秘密的鹰王留在世上，对他终究是个隐患，所以他已经决定雇佣泰山双鳄，以吃金1000两的价格悬赏展飞。1970年休息了大半年的狄龙重新上阵，获得了一部影片的主演权，就是这部《鹰王》。据说当年是为王宇量身打造，但桀骜不驯的王宇正忙着打官司，于是有了狄龙的展飞。难得那个时候的电影会让一个两耳不闻江湖事，一心只护身边人的人做主角，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少见。拍这种大侠的影片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又或牺牲小我顾全大局。
似乎大侠就应该是专门立人的，这种大侠或许叫英雄更贴切。我抱有12分的尊敬，但他们总是离人太远，离神太近，同时还常常亲类亲见之人，为他所做的选择背负痛苦。相较之下，我更喜欢另一种侠士，或许他看上去很自我，不怎么英雄，也不够有济世之心，但他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心里装着的是身边的心爱之人，能让他奋力挥剑的也只是这些身边人。好了，让我们重新回到电影本身。两位好友离世，免不得一番祭拜。去买祭品，偶遇铁城派高手方胜。方胜好奇是二人何方高手，没成想竟然是店小二和放牛娃。他的武功如愿当成为一派掌门，却愿意亲自去祭拜两位普通人。方胜十分羡慕他们之间的友谊。展飞说他死了也一样会祭拜他，像刀子一样锋利的言语却温暖了方胜的兄弟情。走出酒楼，展飞看着一样玩闹的孩子发呆，死去的放牛娃也是这般年纪。与此同时，泰山双恶在后方观察，他看出展飞软肋，心中设下计谋，说干就干。泰山双恶来到街上，一行人强行截下了一辆马车，这上面装有3、4千斤的货物，马车飞驰而下，展飞为救小孩，不得不力扛千斤。车下有个小女孩被压住半条腿，展飞得扛住马车，无法脱身。方胜讲义气，想要替展飞解围，可是他终究也是双拳难敌4手，最后惨死在泰山双恶的刀下。泰山双恶得意之极，气势凌人，二人并不觉得自己所为卑鄙，还用刀在鹰王脖颈上比比划划，尽情羞辱他，要让他选一个死法。危机时刻，一个女孩从后面赶来，他急忙上前一剑击退两人，二人配合拉出马车下的孩子。展飞再无顾忌，直接翻身上马车，1对2轻松搞定泰山双恶，操纵马车将泰山双恶活活压死。救人的女孩很面熟，她叫玉莲，她是天一堂旗下的7舵主，同时也是那8舵主的孪生姐姐。玉莲亲自为展飞清洗包扎伤口，展飞微微侧头看向她，不知为何他对这漂亮的女孩好感颇盛，可是展飞心中却也是顾虑重重。他一心归隐，本不想管江湖闲事，可玉莲偏偏是那天一堂的人，他必须要告诉玉莲大舵主和8舵主以及5舵主意图夺权。他让玉莲就此退出天一堂，急流勇退，保自身一个周全。玉莲不敢相信，不能接受这件事，他替展飞整理衣裳，告诉了展飞待天一堂事情解决一定会回来。这是展飞第一次对女子动心，这种感觉很微妙，他担心玉莲会在总舵主受到伤害，所以放下他的执拗，跟在他后面。玉莲快马来到了5舵主分舵，试问他在鹰王面前做了什么事。5舵主反问展飞跟他说了什么，还未待玉莲张口细说，5舵主手持铁盾立即发动进攻，玉莲对他防备不及，险些被杀。幸亏鹰王用绳子捆住他的手腕，以快马将5舵主给拖行数百米，直至皮肉被石子搅得血肉模糊，鲜血划出了一条血道。玉莲这下是彻底相信展飞了，哪怕此刻的总坛是龙潭虎穴，他也必须要去闯一闯才能安心。事关重大，大舵主自然留了后手，他从关外请来有名的一大高手，对方号称5指勾魂温侯霸。凡是在总坛之中有人反对大舵主接任堂主，就由温侯霸出手解决。但一听说鹰王展飞要过来帮忙，温侯霸立即就坐地起价，他不只要这区区的3000两黄金，还要天一堂堂主之位，否则大舵主就坐在天一堂总坛，等着鹰王展飞前来取他性命。大舵主走投无路，怪他不知死活，非要招惹鹰王害死他3个朋友，否则哪有现在的困境。双方一拍即合，他们先去到总坛，先前通知到的舵主已在此等候。面对其他几位舵主的一再追问，大舵主丝毫不慌，从容应对他们，由温侯霸来出手解决数位舵主。各舵主一死，一批手下也被火并，天一堂至此彻底沦为大舵主的囊中之物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鹰王。在大舵主狠毒的吩咐下，8舵主提前到外边等玉莲上门，他假意上前同他们2人寒暄，然后趁鹰王不备，朝他脖子甩出一把飞刀。8舵主还要趁机会再下死手，鹰王立即起身，轻易不出鞘的长剑指向8舵主。要不是玉莲念在姐妹之情求饶，8舵主已经是展飞的剑下亡魂。展飞放任8舵主离开，猜想他们肯定会设下陷阱计谋。展飞为了保险，决定兵分2路，让玉莲先去迷惑对方，探探路。大舵主费尽心机布下天罗地网，来的却是7舵主这个女流之辈，他杀心顿起，不欲留他。展飞趁势出现，鹰王展飞气势颇盛，长剑一出，吓得一众喽啰后退不敢动弹。
即便是他硬着头皮，那也不是对手，一个个也只是白白送死的罢了。大舵主和温侯霸二人联合对敌，可也依然不是鹰王展飞的对手。此时玉莲已身中飞针，却还是心软的再次替妹妹求情。展飞飞身拦住了逃跑的八舵主，八舵主死到临头还想用美人计，利用姐姐临死前的求情绑架他。展飞悲痛，但还是放下了他的剑。苟延残喘的温侯霸偷偷起身，想跟鹰王同归于尽，但被他躲过，误打误撞跟八舵主死在了一块。展飞撇头看向着满堂的尸体，将死去的玉莲给从地上抱起，并亲手为玉莲挖坟下葬。这就是展飞一直在躲避的江湖，一朝在江湖，终生在江湖。好了，本期电影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